今晚我们来聊一个让中国人着迷了1000多年的东西。它不是一件国宝，不是一座陵墓，而是一本书，一本据说能预言未来2000年的书。公元630年前后，长安城太极宫里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放下一份密奏，他盯着烛火看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开口了，召2位术数大师进宫，替大唐算一算国运。就这么一句话，催生了一本叫《推背图》的奇书。你可能听说过它，也可能没有，但我跟你讲，这本书的命运比任何小说都离谱。它被封为天书，也被列为禁书。有人拿它当护身符，有人拿它当政治武器，有人从里面读出了王朝兴亡的密码，有人只是在人生最难熬的夜晚翻开它，居然找到了一点继续走下去的勇气。说实话，如果是我大概也会在某个扛不住的深夜想翻翻这种东西。1000多年流传下来，《推背图》早就不只是一本书了，它更像一面铜镜，铜已经发黄，镜面也斑驳了，但你每次凑上去看，它照出来的永远是你自己那张写满焦虑和期待的脸。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照镜子的人也换了一波又一波，可镜子里映出来的情绪从来没变过。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算得准，而是永远有人觉得他在说自己。那这面镜子到底是谁造的？说到推背图，就绕不开2个人，李淳风和袁天罡。这2位的故事比很多电视剧都精彩。先说李淳风，他是齐州雍县人，就是今天陕西凤翔那一带。这个人在正史里是留了名的，《旧唐书》说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还说他每次预测吉凶，准得像是提前拿到了剧本。同行都怀疑他是不是掌握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不像是靠读书能读出来的。他有多厉害呢？贞观年间，他编了林德历，一直用到盛唐以后，他改良的浑天仪、观测精度放在当时全世界都是顶尖的。你想想看，一个搞天文、搞历法的科学家，同时又精通玄学和干位之道，这种组合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唐朝，这很正常。那个时代的包容度容得下一颗脑袋里同时装着理性和神秘。我觉得这恰恰是大唐气象最迷人的地方。再说袁天罡，成都人，正史里给他的标签更直接，游宫相术，就是一位顶级的相面大师。关于他最传奇的一幕，发生在武则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袁天罡去武家做客，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就说这位夫人古法不凡，必生贵子。杨氏把孩子们一个一个抱出来给他看，看到武则天的姐姐，他说此女日后必贵。等看到一个穿着男孩衣服还在襁褓里的小婴儿时，袁天罡愣住了。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吃惊的话：此子龙目凤颈，贵人之极也。若是女孩，将来恐怕要做天下的主人。一个还在襁褓里的婴儿，就被他断言是未来的帝王。你说这事儿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故事本身就够震撼的了。当然，关于推背图到底是谁写的，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目前比较靠谱的共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版本成于很多人、很多代人之手。南宋的岳珂认为是李淳风所作，刘克庄又说是袁天罡的手笔。2人合著的说法要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正式出现在序言里。更关键的证据是，《旧唐书》《新唐书》详细列了李淳风几十种著作，包括禁书、天文志这样的重要文献，但没有一个字提到推背图。袁天罡的传记也一样，只记了他相术的事，根本没提任何著作。所以李淳风、袁天罡合著这个说法，更像是后人的一种文化寄托。
把传说安到了2位大师头上。不过这一点都不影响故事的魅力。按照流传最广的说法，李淳风奉旨推演大唐国运，结果一算就收不住了，顺着天机的脉络一路往后推了2000多年。站在他身后的袁天罡吓了一跳，伸手推了推他的后背，说：“天机不可再泄，还是回去休息吧。”推背图这个名字就这么从一个随手的动作里诞生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推背的动作其实藏着一层很深的意味？它不只是提醒，更是一种温柔的阻拦。算得太远不是好事。看穿了2000年的风云变幻，那个分量太重了，凡人的肩膀真的扛不住。袁天罡在催同伴休息的同时，也无形中劝住了后世一代又一代想要穷尽未来的人。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动人，他告诉你，有些东西知道到这儿就够了。好，人物聊完了，我们来拆拆这本书的骨架。你要是真的翻开推背图，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60幅古朴的图画，每幅图配着贡的语和宋诗，总共60项。60这个数字看着平常，其实大有讲究。它精确对应中国传统的60甲子天干地支交替组合，刚好一个完整循环。全书以周易64卦为骨架来排列，每一项由卦象、图画、拱语、宋诗4部分构成。卦象提供哲学框架，图画提供直观联想，之语提供字谜式的暗示，宋诗做进一步的文学化延伸。4样东西合在一起，锁定某一桩大事，某一位关键人物，某一个朝代的起落，就像一个个被封装好的时光胶囊，隔着1000年的雾气，等着后人一层一层去拆。跟西方预言书最大的不同是，推背图从不直说某年某月将发生某事，他把所有答案都藏在图画、暗语、卦象和诗句互相纠缠的迷宫里，让你自己去找谜面，也自己去找谜底。比如第一项对应的是乾卦，乾下乾上，代表万物的开端。图里画着2个圈，白环套着红环，白的是月，红的是日，两环相扣，指向阴阳天道，循环往复的意思。再往下，阵语用极简的句式，押韵明快，字面对仗之间暗藏字谜和机关。紧跟着的宋诗则用更文学的方式，在景物和典故里勾画某段历史的走向和余韵。我觉得这套设计真的很聪明，它给出了足够多的线索，但始终留着大片的解释空白，任由后人自己去填。正因为空白够大，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里面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些空白后来怎么样了呢？答案是，一代代人争先恐后的往里面塞东西，这就引出了推背图最隐秘的一面，它的版本纠葛。有据可查的版本就至少6种，包括敦煌残本、宋代67图本、明代60图本、金圣叹批校本等等，彼此之间内容差异巨大，次序也乱得一塌糊涂。研究者几乎可以断定，最早的底本已经失传了。历代统治者对这本书的态度非常拧巴，又迷又怕。唐朝的时候，秦伪之说本来就归朝廷管控，严禁民间传播，但推背图还是靠着手抄本和口耳相传活了下来。到了宋朝，事情更戏剧化了。据《月科》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看到民间追捧推背图太疯狂，干脆动用国家力量来应对，但他没有简单粗暴的烧书，而是命人打乱图卦次序，增删改写一大批宋诗，然后大量刊行这种掺了假的官方版本，市面上一下子涌出来一堆真假难辨的本子，最后谁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的信息战很像，用海量的噪音去淹没真实的信号。这招宋太祖1000年前就玩得炉火纯青了，而且朝廷一边禁，一边又忍不住利用。
这种矛盾态度本身就反过来证明了这本书的杀伤力。如果它真的毫无影响，犯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到了明清两代，推背图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给他做了长篇批注，把很多图灯跟具体史实一一对应解读，直接把这本书从纯粹的拱卫读物推成了一道可供文人品味的制实谜题。不过，学者后来从音韵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书中不少用词习惯带着明显的宋代甚至更晚的特征，可以确证它不是一次成型的唐代作品。更有意思的是，现在流传最广的所谓金圣叹批注本，经过考证，大概率是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由一个叫清溪散人的人托名伪造的。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挺意外的，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合理。一本号称能预言未来的书，他自己的身世居然也充满了谜团和伪装，这本身就挺符合他的气质的。总结一句，推背图不是一本死书，而是一本活书。从他面世的第一天起，就在不停地被人往里塞东西，挪次序，嵌字谜。古代的读书人、刻书人、审查官，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手在上面留下了痕迹。比起追问最初的作者是谁，我倒觉得更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一代代修改它的人，心里到底在担心什么，又在期待什么？好，外部的故事聊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把目光转进去，看看这些 ing 语和卦象的背后，到底藏着一套怎样的中国式世界观。要读懂推背图的深层语言，第一把钥匙叫象思维。象就是象征，用一个具体的画面去指代一种抽象的力量。书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其实不多，但每一样都是重量级的。日、月、龙、蛇、水、火、女子、孩童，它们横跨几十项，反复敲打你的潜意识。日月代表光明与黑暗的交替，龙蛇代表蛰伏与腾飞的转换，水与火代表冲突与调和，而女子和孩童则更特别。在漫长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一直被看作附属角色，可推背图偏偏让女性反复成为时代转折的关键推手。这个设计本身就带着颠覆性，你不需要懂多高深的义理，光盯着那些古朴诡谲的画面看一会儿，心里就会冒出一种说不清的触动。这就是象征语言的厉害，它不跟你讲道理，直接跟你的直觉对话，而统摄这些意象的是一套更大的法则，阴阳变异之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是对抗，而是互动，没有永远的阳，也没有永远的阴，此消彼长，周而复始。把这个道理放到历史里，就是没有永远的盛世，也没有永远的乱世；放到人生里，就是没有永远的巅峰，也没有永远的低谷。这种视角下，最忌一个满字，满了就溢，溢了就损。所以中国人向来喜欢留白，喜欢含蓄，喜欢话说一半，不是不能说完，是不敢说满，说满了就违背了天道。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太喜欢把话说满，把事做满，把日程排满了？全书第一项描绘的就是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的时空秩序。而第60项，也就是最后一项，宋诗写的是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你看，作者用一辈子去算天机，算到头来得出的结论竟然是算不清，也算不尽，干脆回去睡觉。从企图穷尽天道的雄心，到坦然放手归去的豁达，这个转折本身就是一场修行。而且你注意到没有，第1项和第60项用的是同一个母题，循环。
第1项是推开时空之门，第60项是坦然观赏。所有的朝代更迭，人事浮沉，都在这个环里转完了一圈。开头是满怀雄心的出发，结尾是带着困意甚至笑意的收场。这种首尾相扣的闭环结构，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极其罕见。它有头有尾，又无头无尾，把结束就是新的开始这个道理藏进了文本的骨骼里。理论讲了这么多，现在我们来点实在的，看看推背图到底是怎么跟那些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一一对上号的。第一个必须登场的，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第3项的图画里，画着一个身穿贵服、头戴冠饰的女子，手里握着一把刀，她的神情谈不上凶狠，但那把刀本身就是一种宣告，一个女主临朝的时代要来了。张宇写道：日月当空，照临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舞。日月当空合在一起，正是武则天后来为自己造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冠字。不闻一舞更是直接点出了她的姓氏。宋诗则补充了更多细节：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武则天在唐太宗驾崩后削发为尼，但她跟太子李治的感情并没有断。几年后果然被重新迎回宫中，从此一路登上权力的最高处。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推背图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敦煌文书《大云经书》里，其中引述的大序八月圣明运祥，指歌昌，女主立正起堂堂。真正的功能不是预言，而是替武则天称帝造舆论。止歌合为武字，女主立正明说女性君主。整句话的意思不是冷眼旁观的预测，而是在向天下人宣告，天命已经到了武士手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武则天的那些预言图，很可能就是武周前后那帮负责造势的文臣和僧侣亲手编出来的政治宣传品，根本不是什么几百年前的先见之明。我觉得这个分析特别有意思，不管是真预言还是事后追认。第3项跟武则天人生轨迹之间的吻合度，确实像是量身定做的。同样的手法在第27项里再次上演。这一项画的是一棵树上挂着一把曲尺，天上悬着日与月。编语说：为日与月，下民之极，应运而兴，其色曰赤。日加月就是明，赤就是朱。树上挂曲尺，恰好合成一个朱字，暗指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横空出世，也点出了他起于底层，出身贫寒，甚至曾经出家为僧的经历。宋诗更直接：枝枝叶叶现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东岸上光明起，谈空说有真王。金光从枝叶间透出来普照四方，而光明最先升起的地方正是江东，朱元璋建都的应天府。谈空说底是佛家的话，真王藏在佛门之后，一句一句勾勒的就是一个出家人的皇帝梦。你把武则天和朱元璋这2个例子并排一放，马上就能摸出一条规律。推背图对重大历史转折的预言，用的几乎都是同一套技术。先把信息拆解成拆字谜、谐音梗、典故和意象嫁接4层密码，然后用卦画做框架，用淡的语做谜面，用宋诗做谜底。武则天那一项拆字，日月当空出万；朱元璋那一项更狠，姓氏、国号、出身、根据地，每个维度各配一行诗，简直是高度自觉的文学工程。正因为修辞策略这么系统，那些原本模糊的图的才能跟王朝更迭的大事精确咬合，让推背图在民间赢得了神准的口碑。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当我们惊叹于这些精确对应的时候，恰恰需要冷静退后一步。最让人叫绝的那些命中，几乎全部是事后确认的。在事件发生之前，
从来没有任何人敢拍着胸脯说这一项就指这件事。这种模糊修辞，才是这面铜镜能持续映出不同时代面影的关键。所以，到底是我们读懂了推背图，还是他读懂了我们？我觉得答案更偏向后者。有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叫后验归因，就是谜底揭晓之后，再回头去看谜面，你总会觉得每条线索都恰到好处。但如果谜底还没出来呢？你什么确定的判断都做不出。比如为日与月，下民之极，其色曰赤。如果你已经知道明朝存在于唐之后，那这几个字简直就是为朱元璋量身打造的。可假如明朝从未出现，面对同样的句子，后人大概只会联想到某种天象变化。绝大多数神乎其神的预言都逃不出这个机制。与此同时，推背图还有一种特殊的弹性，学者叫它层累形成。没有一位作者能覆盖全部历史，而是每一代人都往里头加入自己熟悉的政治事件，新的国号，新的战争，然后把刚发生的事写成新的短语插进去。正因为文本始终处在开放状态，每个时代的读者才都觉得这本书好像预见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再加上拆字谜、画谜、谐音、典故这些修辞手法一组合，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立刻被包装成一道精巧的谜题。后人破解的时候，本身就享受到一种探案解谜的快感，于是越解越信，越信越解，形成了心理上的自我强化。坦率地讲，学术界的主流判断是，真正来自初唐的原始预言极少，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跨越千年的神算。6个版本差异极大，音韵学研究进一步拆穿了文本中的漏洞。有些官宋用唐朝的音韵去读，根本押不上韵，明显出自宋代甚至更晚的改写。金圣叹批注版在民间影响力最大，但基本可以判定是民国初年的产物。不过说到这里，我反而想替这本书说几句话，恰恰是这个看似扫兴的结论，让推背图露出了它最珍贵的文化功能。它不是预言的发射器，而是焦虑的接收器。王朝末年的时候，起义领袖指着某一项说自己就是天命所归的真王。太平年月里，文人拿它当智力游戏，像拆一个永远拆不完的谜盒。到了国破家亡的时刻，它又变成了安慰剂，人们从中读出否极泰来，周而复始，告诉自己黑暗总会过去，天亮就在前头。于是咬着牙继续往前走。每一代人都不是从书里读到了未来，而是把自己时代的困境和希望投射到了那些古老的文字上面，把全部版本、历史脉络和阅读心态统合起来看，你才会真正明白，这本书之所以能穿透1000年，稳稳站到今天，靠的早已不是预言的准确性，而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情绪的蓄水池。聊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既然预言大多是后人塞进去的，那这书还有什么价值呢？这个问题特别好，我想从3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角度，焦虑。我们今天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手机一打开满屏坏消息，经济波动、地缘冲突、气候异常，还有各种对未来的悲观预测。跟唐朝的士子、宋朝的百姓、明清的战乱幸存者相比，我们的困扰只是换了个包装，那种不知所措的内核一模一样。古人面对十字路口时做的事，跟我们如出一辙。找一个参照，哪怕只是一本模糊的古书，几句含混的诗。因为人在彻底茫然的时候，最怕的不是坏消息，而是没有任何消息。哪怕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谜面，只要它能让心有所缚，手有所抓，它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背图是一本关于焦虑的书，它记录的不是未来的景象，而是每一代人面对未知时的慌张和渴望。
第二个角度，循环。当年的人翻开这本书，会被一种强烈的暗示打动：眼前的黑暗不是永夜，王朝覆灭不等于世界毁灭，因为上一轮循环的尾巴刚好接着下一轮循环的开头。这种否极泰来的时间观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血里，跟我们今天面对命运时的无助感形成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对冲。当你真的试着把自己放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尺度里去看眼下的难题，你那觉得天要塌了的焦虑会自动缩小到一个可以消化的大小。第三个角度，豁达。推背图的终极态度藏在最后一项那轻轻的一推里。整部书绞尽脑汁的算到最后给出的建议竟然是放下，不如推背去归休，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种顺着循环规律生出的洒脱，恰恰是被焦虑追着跑的现代人最缺的东西。所以即便我们清楚它经过了无数次篡改和附会，它依然能从历史、心理和人生观三个层面给我们真实的滋养。历史层面，通过拆解版本流变，你能触摸到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的真实脉搏；心理层面，通过镜像投射，你能看清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渴望；人生观层面，通过循环与豁达的智慧，你能找到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心态调试之道。这就是为什么一本满是作伪痕迹的千年古书，至今还有那么多人愿意翻开它。说到底，我们从李淳风算起，算到袁天罡推背，算尽阴阳循环的变数，算过武则天称帝、明朝立国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胆语秘闻，最后算出来的不过是一份坦坦荡荡的不知道。可你别小看这三个字，不知道恰恰是最接近真实的状态。未来本来就是一团混沌，你非要把它拆成一个个可以倒计时的确切节点，那不是求真，那是自欺。推背图最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从来不给你确凿无疑的答案，它给你图画，给你诗句，给你拆散的字谜，给你明明灭灭的意象，但唯独不给你一张写好了兑现日期的承诺书。你心里装着家国天下，就读出家国天下；你心里装着房贷车贷、孩子升学、职场压力，就读出柴米油盐里的酸甜苦辣。它始终是一面镜子，千百年来照见的始终是你自己。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每天被考核指标、经济压力和不确定的明天裹挟着往前跑，偶尔停下来翻翻这本1000多年前的老书，忽然会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他用漫长的时间告诉你，你正在经历的这些，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几百年前有人觉得天要塌了，天没塌；几千年前有人觉得这关绝对过不去，后来还是过去了。我们不过是无尽循环里一缕微小的涟漪。有人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太冷酷，但我恰恰觉得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解脱。当你真正意识到潮水自会涨落，四季自会更替，聚散离合都有它的节律，你反而能放下很多不必要的较劲，不再觉得错过就是末路，不再非要万事如意不可，不再把所有重担都死死压在肩头，而不给自己一口喘息的余地。潮来的时候站稳，潮退的时候不追，这种心态，古人叫达观。达观不是躺平，而是看清了事物变化的长期轨迹之后，依然认认真真对待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只是不再被最终的结果绑架了。这大概就是推背图能流传1000多年还没被遗忘的真正原因。它不是一本冰冷的占卜工具，而是一本有体温的文化手记，里面藏着人对命运的不甘，对确定性的渴望，以及最终对这些执念轻轻的一笑。李淳风和袁天罡推算到最后留下的那句话是：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说不尽就别再说了，算不清就别再算了，回去好好睡一觉，
明天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样的书用不着膜拜，更用不着害怕，带着一点好奇，一点对历史的温情，一点对自己的体察，坐下来安安静静读上几页，然后合上它，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心里揣着那份古老的豁达，继续往前走。对未来最好的预测，也许就是踏踏实实过好眼下的每一天，让明天自然的、诚实的、水到渠成地到来。好了，推背图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我是老莫，我们下期再见。